1年内杀了20人，不仅残忍分尸，甚至还把尸体煮熟食用。被害人都是有钱人和援交女，凶手被捕之后毫无悔意，甚至还嚣张地放话，如果没被抓住，自己肯定会杀够100个人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丧心病狂呢？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一起创下韩国最多杀人记录的连环杀手案件。从2003年9月底开始，韩国江南区接连发生命案。73岁的大学教授李先生和他68岁的妻子在家中被歹徒用铁锤活活打死。紧接着在10月初，85岁的江姓妇人，还有60岁的李某以及他35岁的儿子高某，这一家3口也在家中被歹徒用铁锤打死。紧接着1周后，军需企业总经理71岁的崔某和69岁的妻子刘某又倒在了歹徒的铁锤之下。11月18日，87岁的金某和他53岁的钟点工肥某以同样的方式遇害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江南区就接连发生了4起恶性事件，一共致9人死亡，一时间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。通过警方的调查，这几起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。首先，凶手使用的凶器都是铁锤。其次，凶手选择的目标通常是远离路边的庭院，或是从外部看不见屋内的单独住宅。作案对象都是上了年纪的妇人，并且只在老人独自在家时犯案。通常罪犯闯入富人家都是为了钱，但以上这些案子都没有主动寻找金钱或是贵重物品的痕迹。凶手更像是故意把现场弄乱，营造出入室抢劫的样子。警方初步判断这几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，所以决定并案侦查。他们认为凶手极其冷血和狡猾，为了销毁人证，就连家里的佣人都不放过。凶手在一次作案中撬保险柜时划伤了手臂，为了躲避 DNA 检测，他竟然放火烧毁了犯罪现场。警方在前几次的作案现场都没有找到有效的线索，只有第4次，也就是11月18日那次，附近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凶手的样貌，刘永哲的名字也由此进入了警方的视线。刘永哲出生在全罗北道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父母离婚后，他跟着父亲和兄弟生活。父亲是个酗酒成瘾的暴力狂，经常对孩子拳打脚踢。14岁时，父亲因癫痫发作去世，他又搬去和母亲生活。可经济上的窘迫没有任何好转，精神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因为癫痫这种病有一定的遗传性，这让他坚信自己迟早也会因癫痫发作身亡。刘永哲从此自暴自弃，上高中后频繁偷窃，多次入狱。21岁时，刘永哲和一位按摩小姐结婚，还生了一个孩子。但婚后他不但没有变好，还因为盗窃和性骚扰多次被捕入狱。后来他的哥哥也因癫痫发作去世，这让他的压力过大，几经崩溃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经过3个月的治疗，刘永哲出院了，可他很快又因为盗窃再次被捕。刘永哲似乎把监狱当成了第2个家，从18岁到33岁，他进出监狱多达11次。就在2002年，他第11次入狱后，他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，向狱中服刑的刘永哲提出了离婚。刘永哲异常愤怒，心态彻底扭曲，认为妻子是嫌弃自己一无所有才将他抛弃。他把自己的遭遇和所有不幸都归咎于富人占用的资源太多。从此以后，他变得仇富和厌女。2003年9月11日，刘永哲走出监狱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凄凉。监狱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，可监狱外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接他。在他服刑这段时间，他的母亲也去世了。回顾自己失败的前半生，刘永哲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贫穷。他觉得是贫穷让他去偷窃，是贫穷导致他妻离子散。他对富人的仇恨达到了顶点，于是决定要向他们动手。刘永哲通过观看一些犯罪类型的影片来策划自己的杀人计划。2003年9月24日，也就是刘永哲出狱后的第13天，他来到首尔的江南区，开启了自己的杀人之路。直到11月18日犯下第4起案件后，刘永哲突然停止了作案。一个高频犯罪的连环杀手为什么会突然中断作案呢？警方认为是那段公开的闭路电视起到了震慑作用，让刘永哲不敢轻举妄动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原来在这段时间，刘永哲谈起了恋爱。他的女友金小姐也是一名按摩女，两人相恋之后，刘永哲生活的希望重新被点燃。他打算洗心革面，开启自己的新生活。他跟女友一块搬进了新家，开始全新的日子。刘永哲会为女友画画、写诗，看上去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然而这美好的生活终究只是昙花一现。2004年1月，刘永哲向女友求婚，女方因为刘永哲的犯罪前科还有癫痫病史拒绝了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向刘永哲提出了分手。再次遭受打击的刘永哲产生了严重的仇恨心理，他认为女方跟前妻一样都是瞧不起自己。他原本准备把女友和前妻都杀了，可自从分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女友。至于前妻，考虑到11岁的儿子，最终他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刘永哲虽然放过了他们，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报复女人的想法。结合他们的职业，刘永哲决定这次把目标转向援交女。2004年2月26号，刘永哲打电话给援交女郑志兰，让她来家里提供服务。郑志兰因身体不适去不了，于是刘永哲表示可以去她家。发生关系后，刘永哲拿出铁锤把她砸死。因为担心被检出 DNA， 刘永哲干脆一把火把房子烧了，这也成功误导警方将案件列为仇杀。半个月后，刘永哲再次犯案，这次的作案地点是在他自己家。事后他把尸体拖进浴室，接着用电锯把人分成了10几块。令人作呕的是，他会留下尸体的部分内脏，烤熟之后食用。他认为人肉特别好吃，并且有提神的作用，而其余的尸块则被他埋到了一座寺庙的后山。其实按摩小姐在提供服务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通常都是在旅馆或是按摩店服务，但刘永哲为了作案方便，经常以高报酬为诱饵，将他们骗到购物中心，然后他会亮出自己伪造的警察证和手铐，以调查的名义把他们骗回家中作案。他以同样的手段先后骗了10多个女性到家中杀害。直到2004年7月15日，刘永哲准备再次作案，向来警觉的刘永哲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第3次拨通同一家按摩院的电话，这也让按摩院老板开始警觉，因为店里的按摩女被他叫出去以后都没有回来工作，而且打电话也联系不上。于是老板决定报警，警方埋伏在老板提供的约定地点，刘永哲一露面就被成功逮捕。刘永哲被捕后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7月16日，刘永哲在江南区警署突然倒地抽搐，假装自己癫痫发作。他目睹过父亲发病的症状，所以装起来轻而易举，而他的装病也成功骗到了警方。担心他会出事，受到惊吓的刑警立刻解开手铐，让他平直躺下。这一举动正中刘永哲的下怀，还在发病的刘永哲突然坐起身，趁警员们不备，冲出警局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刘永哲从警局成功逃跑，这让首尔警方颜面尽失，他们立刻发布通缉令，并在各出城口严加防守。好在12小时后，刘永哲被车站的警员成功抓住了。他本打算逃向仁川重新生活，幸好被车站的警员发现，否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死在他的手上。嚣张的刘永哲在警署里自曝，说自己就是犯下多起案件的连环杀手。他把自己的所有罪行都承认了，包括杀人的数量以及作案细节。可移交到警察厅后，他就开始保持沉默。在刘永哲看来，他杀人的所有证据都处理好了，只要警察找不到证据，就拿他没有办法。好在有经验老道的警官推演出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，而且警方重返杀人现场后，也在他家浴室的天花板上找到了被害人的肉碎。面对这些证据，刘永哲才低头认罪。在签下认罪书的时候，他嘲讽地跟警察说，要是没被你们抓住，我会杀够100个人。2004年7月29日，刘永哲在警察的簇拥下来到了他的埋尸地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愧疚，甚至还有点炫耀的味道。警方挖出的尸体除了1具是完整的，其余全都已经拼不出人形。刘永哲说已经记不清杀了多少人，至少应该有26个。不过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夸大其词，因为从目前查明的案件和遗骸来看，被认定的受害人是20个。2005年6月9日，汉城最高法院对刘永哲判处了死刑。虽然韩国法律上还保留着死刑制度，但实际上已经停止执行很多年了。刘永哲至今仍以死刑犯的身份在狱中服刑，